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射击游戏《时空英雄》。一开场，主人公驾驶着宇宙飞船回到了地球。第一关的场景是2战时期的德国。游戏是一个强制卷轴的射击游戏。类似类型的，我录制过一款街机游戏，叫做《爆破公爵》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回头看一下。本作一共3个操作键：射击键、翻滚键，还有榴弹键。这个翻滚不是无敌的，翻滚的途中被打了也会掉血，下方的31就是我的血量。榴弹是一个大范围的 AOE 攻击，但是呢也不清子弹。这里来到了这个场景的大门，大门上方写着“工作使你自由”。其实这个地方就是集中营啊。往前不远就可以见到本关的 BOSS 了，是一个坦克。游戏的背景是这样的：人类创造了一种生物机器人，这种机器人没有思想和意志，只是单纯的为人类服务。后来呢，人类爆发了核战争，导致了地球的时间线出现错乱。核战争产生的辐射呢，影响了这种生物机器人，它们开始产生自我的意识，并且呢，穿越这些时间线，感染不同的生物，想要改变历史，取代人类。屏幕的右下角就是 BOSS 的血量。毕竟是第一关的 BOSS， 难度呢不高。咱们的主人公叫做华夫，华夫和他的妻子还有女儿是在太空站里进行休眠，做科学实验。但是他们醒来之后，发现地球发生了异变，所以说主人公华夫就回到了地球进行调查。这里是第2关，来到了我国的古代。第2关的难度我感觉比第1关还要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对面使用的都是冷兵器啊，这种士兵使用的是弩。另外呢，还有拿着刀的敌人，拿着刀的敌人呢，就是翻到你面前，然后用刀砍你。所以说，你用热兵器来打冷兵器，你就感觉游刃有余啊。我的血量呢还有33滴，每次过关呢它都会加5滴血，所以说每关你掉的血量不要太多。我捡到了一个隐身药剂，这样的话咱们无敌了一段时间。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呀。屏幕上有着红色阴影的地方可以进行破坏，里边呢有可能会打出道具，这个道具应该是随机给的，它有可能是武器，也有可能是血量，也有可能是榴弹。武器的话3种，首先是咱们默认的，还有呢就是霰弹枪，最后一种是机枪。好的，本关的 BOSS， 本关的 BOSS 叫做火焰大师，也可以叫火焰法师。那这个角色其实后来出现在了4国战机3代里边。好，我掉血了，又挨打了一下。毕竟是 BOSS 啊，打一下2滴血。其实本作的主人公还有他的妻子叫做卡米尔，后面也出现在了4国战机里。好，第3关来到了远古的俄罗斯，这里
里真的是远古啊，来到了恐龙的时代。这种三角龙都变异了，可以发射子弹。本关的难度还是有的，我感觉比前2关要高很多。这关给了我不少补给啊，血量涨到了44了。血量每关都是继承的，它不会每关给你回满。所以说，如果当前的关卡出现了随机的补血道具，一定要捡。补血道具有非常大的，可以一次性加20-30滴血，但是很稀有啊。对面的恐龙非常有威胁，但是这种原始人呢，扔出冰块，我用枪打实在是有点不讲武德了。这是本关的 BOSS， 一个霸王龙的骨架，这个骨架呢也是被寄生了。好的，第3关过关啊！过关之后的结算还是很细的，包括你的命中率，还有打倒的敌人。这里呢，华夫上尉感到了疲惫啊。第4关来到了古罗马。那第1关过关之后呢，交代主人公拿出了榴弹枪。第2关过关之后呢，主人公又拿出了马格南。这些武器装备，剧情交代他都是在他的飞船里拿出来的。这些敌人是不是斯巴达呀？这里还有象兵。捡到的这个像炮弹一样的道具，就是你的榴弹。榴弹最大就是9发，在第2关我曾经差一点吃满。吃满之前呢，你应该先把它放出去。出现了敌人的精英怪，精英怪要打3到4下，很肉。这种小兵硬的呢，也需要打2下了。补血道具好，咱们血量是逐渐的上涨的，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。本关呢，你感觉难度也不高，因为对面也是冷兵器，用的是弓箭，弓箭的射速比弩要快一点。好，血量55了。地面闪着红光的就可以打，打出了弹夹。前方不远又是要 BOSS 战了，这款游戏的长度就是7关。这个 BOSS 呢是一个决斗士，但是有6个手臂呀。手臂都会单独爆炸的，手臂都打没了，他就开始吐火。吐火之后其实是非常凶的，需要快一点把它清掉。好，现在比较难对付，幸亏呢他血量比较少了。这里也挨打了。本关打倒敌人167个。好，第5关之前呢，剧情提示咱们，地球的时间线又要发生变化了。第5关来到了金字塔内部，这里应该是古埃及。地面的这些小怪应该就是生物机器人。这个生物机器人呢，没有一个统一的翻译，它的名字应该是德语，音译的话叫做黑德艾特。在德语里，意思是山地机器人。德语啊，我读不太准，大家大概知道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里我赶紧放了一个榴弹，满地都是怪啊。那本关的补给呢，要从落石里边打出来，这个难度有点高。
就说我感觉这关我可能会掉很多的血呀。后方这些法老的棺椁也可以打。好，回血道具，血量来到60多了，这是一个好现象啊。我尽量呢不浪费子弹，但是躲子弹的功夫呢现在下降很多了，有的时候难免会挨打，甚至啊自己跑过去接子弹，这种情况都是有的。人家射得准不如我接得准啊。这里这个棺椁已经打开了，可以发现地面上有很多寄生的痕迹，说明到了 BOSS 战了。这个 BOSS 叫做眼怪，出现了。他移动的时候可以打到他，当放大火球的时候打不到啊，所以说要抓机会。这种火球出来的时候就是跟踪的啊，这里我没少挨打呀。这个 BOSS 难度实在是有点高，我感觉可能是所有 BOSS 里难度最高的。我60多的血啊，打成56了，可能已经打了我5、6下了。本关好的，终于打完了。哇，这个 BOSS 难啊！游戏的节奏也是很快，那我现在已经很难适应这种节奏了。好，第6关之前提示：主人公华夫的家人，也就是他的妻子和女儿，来到了地球，已经降落了，是来帮助主人公的。因为主人公一直在调查这些地点，都发现了被感染的痕迹。打出一个榴弹，榴弹还有5发。第6关一看就是来到了日本战国呀，但是战场上怎么有这么多的武士啊？因为普通的族青呢是穿不起铠甲的。你看，都是穿着铠甲的武士。忍者出现了，哇，这个忍者呀非常难。他们很肉又很灵活，攻击的手段也很多样。不仅呢可以跳起来扔这种手里剑，也可以跳过来砍你。这可能是游戏当中最难对付的小怪了。我的血又被打成了50多，这关被打了好几下了吧？感觉我被压制住了。那这款游戏就是这样，如果屏幕上的敌人比较多，你就很难再有输出的机会。如果敌人比较少呢，你就可以非常容易的压制住对面，出来一个打死一个。好多忍者呀，还有装死的。好，我终于捡到了武器，这个武器好像是打他们2下1个。哦，舒服多了。看见对面的大仗了，让我放了一个榴弹。BOSS 战，这个 BOSS 你看是一位大明啊，大家注意他戴的这个兜，就是他的头盔，看起来是一大正宗啊。但是正宗的兜呢，这个月亮是横着摆的，基本上是一个横着的，稍微呢有一点翘。但它这个月亮都立起来了，而且呢，它也不是独眼啊，可以看见2个眼睛都是红的。我的血量啊，马上要到50以下了吧？这关打得好惨。这个 BOSS 呢，比上一关要简单多了，但是这些小兵真的是讨厌。好的，剧情方面呢，华夫表示5分钟之后和你会合呀，要和老婆会合了。那他老婆卡米尔呢，查出了
这次事件的源头在漂亮国的导弹发射基地。咱们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了。本关的关卡时间3分钟。这关的补给非常少，少的原因是补给呢就藏在这些越野车里，但是这个车呢只有用榴弹枪才能炸毁。好，给了一个大血，看啊，一下加了20多点。刚刚好像都79了，但是转眼呢又73了。这小兵啊打人真疼。这关呢可能难度高一点 ，BOSS 好打。我血量70了，榴弹呢还有1发。那游戏呢是有多结局设置的，咱们尽量打一个最好的结局，就是一家人团聚。另外2个结局呢，最坏的结局啊，需要你超时把这个最终 BOSS 干掉。这样的话，你打完 BOSS 之后，和自己的妻女会合的时候，发现他们已经被感染了。那主人公无奈呢，只能清理了被感染的家人，并且自己也自我了断了，可以说是非常惨的结局啊。这里就是最终 BOSS 了，这是一个大型的黑德艾特怪物。咱们手臂已经打断了，它只会喷火了，这样就好打了。那还有一个结局是咱们续币才通关的，这种结局呢是主人公没有把病毒清除干净，自己被感染了，也不是一个好的结局啊。那咱们现在达成这个应该是一个完美的结局。这里还有一个控制导弹发射的敌人，把他干掉就算是通关了。一共打了800多个敌人。好的，这样主人公华夫上尉和自己的妻女团聚了。那好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射击游戏《时空英雄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